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昨天呢，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呢，可谓是姗姗来迟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来了。那其中呢，比较常见的分析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那我今天呢，就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呢，做一个分析啊，与大家共同探讨。那在探讨之前呢，先来说几个比较有特点的人口普查里面的数据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讲这个人口普查和债务简计的这个独特分析视角。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总人口。那毫无疑问呢，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啊，这个总人口数量的重要性啊，因为它呢代表着总需求，也代表着市场规模。那一个大国的经济规模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啊，这种大的这种规模经济呢，它有机会形成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啊，有成为世界工厂的这种人口红利，也有呢遇到困难啊辗转腾挪的空间。那这些呢都需要人口基数啊做基础。而且呢是需要经济体量做基础的。那所以毫无疑问啊，第7次人口普查出来以后呢，第一个让大家最先关注到的数据呢，就是这个人口总数。那这个数据呢，并没有像外媒传言的那样跌破14亿，而是达到了14亿1178万。那这个数字呢，对于提振人们的信心呢还是有利的。那其实相对于这个总人口基数啊，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人口结构啊，因为静态的人口基数呢，它只能代表现在。但是人口结构呢，却可以决定未来。接着呢，我们就来说几点啊，关于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大家这几年非常关注的生育率的问题。那2020年出来的这个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呢是 1.3 啊，它比韩国的 1.1 要高，比日本的 1.4 呢要低。那不管怎么说啊，都远远低于呢能保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这个 2.1 的这个水平。那我们知道啊，现在这个很多发达国家呢都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啊，但是不管怎么是这个发力啊，它都很难呢让这个人口的人口的生育率啊回到这个世代更替水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中国最近几年的人口出生啊，看一看其中的几个有趣的特点。大家看这张图，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呢放开二胎以后啊，出生人口呢有一个小的高潮。啊，达到了1786万，在当年之后呢，就是一路下滑。那到了2020年呢，已经下滑到了1200万啊。这个下滑速度呢，说实话还是比较快的啊，尤其是2020年当年啊，可以看到下滑了200多万。那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特点呢，是这个出生人口下滑的过程中啊，一胎和二胎的数量呢发生了此消彼长的这个问题。那可以看到，从2012年呢，这个二胎及以上占比啊，从 34.9% 啊一路呢上涨到了2019年的 59.5%， 而对应的这个一胎的占比呢，则是一路下滑啊，从这个2012年的 65% 的水平呢，一路下滑到2019年呢只有40%了。大家知道这个生育二胎和三胎的这个主力军啊，基本呢都是生完一胎以后的，比如说70后啊、80后啊，还是加上一部分已经生了一胎的90后妈妈啊，都是这个有生育堆积效应啊。他们这个生了一胎以后呢，想生二胎的这些人，而且是因为之前计划生育啊，没法生二胎的这些人。那生育一胎的人呢，都是这个年轻人口啊，年轻的新婚夫妇啊，他们呢这个生育的这个数量呢在下降啊，生育一胎的数量呢在下降啊，反而这个主力呢变成了这些生二胎啊、二胎以上的妈妈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未来呢，随着这个堆积生育的效应的逐渐释放啊，逐渐的这个消耗殆尽，未来呢这个人口的出生率呢可能还会经历比较大的一个滑坡啊，等这些二胎和三胎的这个释放都释放完毕以后。那有句话说呢，2020年啊，这个出生人口呢，虽然是近几十年来最少的一年啊，却很有可能呢是未来几十年内啊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那大家知道，2019年呢，中国的人口的死亡人口呢是998万啊，所以基本可以判定，当中国的出生人口呢跌破1000万啊左右的时候呢，基本那个时候就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候。那日本呢是在2008年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啊，也是第一个这个国家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那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呢，是在202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在2020年，好多国家都经历了这个出生人口的大滑坡啊，因为疫情的原因再加上这个老龄化，所以这个一生一死啊，一抵消就进入这个人口负增长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老龄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社会的概念呢，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那当65岁以上人口达到14%时呢，就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啊，然后再往后呢，达到20%的时候呢，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那目前呢，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啊，就是这个法国、瑞典、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啊，其中日本呢又是最早进入这个超级老龄化社会的。那中国呢，在2020年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呢，反映出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1.9亿人啊，占比呢已经达到了13.5%。那预计呢，2021年末啊，也就会占比就会超过14%啊，达到这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那中国的老龄化压力呢，主要来源于哪儿呢？啊，它主要来源于这个62年啊到75年出生的中国的最大的一波婴儿潮啊，即将呢进入退休年龄。那这波婴儿潮呢，是让中国啊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核心推动力啊。也就是从2022年开始到2035年，中国呢将有一段加速度比较快的老龄化时期啊。原因呢就是这个第一波婴儿潮陆续进入了这个老年退休时期，之后呢会有一段缓休期啊。在这个缓和期之后呢，当这个第二波婴儿潮，也就是80后进入退休年龄时呢，会迎来第二波快速的老龄化时期啊。所以说，可以说从现在吧，未来1-2年啊，到2050年啊，这二三十年呢，毫无疑问啊，是一个老龄化加深的一个时期。那谈到这2波婴儿潮呢，我想说他们呢，这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啊，人口红利啊，这个恰逢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30-40年，尤其是2000年加入 WTO 以后啊，这2波婴儿潮呢，其实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而且这2波婴儿潮呢，也普遍动用了杠杆啊，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啊，加杠杆呢，这个可以说20年来啊一直加杠杆啊，因为有2大人口婴儿潮的红利啊，再加上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所以说也确实拓展了这个居民加杠杆的空间啊。你加杠杆你也得有本金嘛，有钱嘛啊，没有钱你也没法加杠杆。所以婴儿潮再加上这个加杠杆啊，这2股力量呢，助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啊。正所谓加杠杆阶段呢都是红利啊，但是当2波婴儿潮逐渐退去的时候啊，也就是进入老龄化时呢，可能会经历一个降杠杆啊乃至去杠杆的压力。那正所谓去杠杆呢，又都变成了灰犀牛啊，都是风险。那上期节目呢也给大家讲过，目前居民的杠杆率。那按照人民银行统计的居民杠杆率呢，目前已经达到了72.5%啊，也就是居民债务呢有70多万亿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债务杠杆，这个就债务加杠杆啊，是在中国人口结构最好啊、人口红利最突出的时候呢加上去了。但是未来呢，我们的降杠杆或者说去杠杆动作呢，需要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过程中呢去实现啊，这个呢就非常考验这个宏观调控啊和经济管理的水平。那讲到这儿呢，让我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政府层面啊有债务置换啊，在企业层面呢，我们也有债转股啊、债务展期啊、债务减息，甚至打折，对吧？种种的这种减轻企业和政府这个债务负担的一系列的努力和动作。那联想到刚才讲的这个居民债务杠杆比较高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个2波婴儿潮的叠加啊，经济迅猛发展时候加了这个杠杆，那将来呢可能很有必要给现在这个负重前行的年轻人啊，适当的进行债务减免啊，或者是债务负担的一个重新分配。那这样呢，社会创造的生力军呢才能够真正轻装前行啊，创业创新啊，以推动呢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个各国人口年龄中位数的一个变化趋势。那在2020年时呢，日本是48岁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啊。这个欧盟呢是43岁，中国和美国呢都是38岁啊，印度呢最年轻是28岁。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时间的这个前进，到了2050年时呢可以看到日本呢变得更老了，达到了55岁。中国和欧盟呢是48岁啊，美国呢因为移民政策啊，包括这个生育率高一点啊，它呢是42岁啊，印度呢39岁。所以说中国呢非常有必要尽快放开生育，并且鼓励生育，这样呢从这个中长期上呢可以推迟和延缓中国进入这种超级老龄化的时间和进程。其实在这个30年前也就是1990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还是非常年轻的只有20多岁，这个红线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人口年龄的这个中位数呢，在这个30多岁，比中国差不多是
老10岁啊，然后经过30年以后呢，中美这个人口年龄的这个中位数这个已经就是达到一个交叉点也就是同样的年龄了。然后再过30年以后呢，这个中国的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可能会比这个浅蓝色的线也就是美国还要再老个5岁。好，那讲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分析农民工的一个平均年龄的一个视角来看一下这个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的一个推移在2008年时呢，可以看到这个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呢是34岁但是到了2020年呢，农民工的这个平均年龄呢已经达到了41.4岁，而且农民工的总量呢也从2.2亿人到了这个2019年的高峰2.9亿人后面到2020年呢开始有所下降。讲到这儿呢，让我想起这个2011年这个春晚时，这个农民工组合不是有个旭日阳刚嘛？当时他唱了一首歌叫这个《春天里》这个火遍大江南北这歌词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叫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呢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呢埋在这春天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非常好的歌词。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